Hello，各位大家好，我是 V，今天要来开箱这盒 MG 的卡版非翼零式 EW 再循环配色版，那以下就简称掉毛哦。那这盒模型是万代说用回收的废料件作为这盒模型的原料，然后配色上就是之前出过的独角兽，然后跟猎魔一样，就是全黑加上一点亮色系。可是等一下，我记得掉毛本来就是卡叔负责的然后这台又冠上卡版的名号，所以这台其实是不是可以叫它非翼零式 Verka 点 Verka？ 好啦，反正其实我本来没有要开这一盒，那应该就是说没有特别想煮。不过就是我朋友从日本带回来，然后他懒得煮，那我就顺便开箱，然后当拍个片，然后顺便看一下这一盒表现如何。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，哈基梅马秀。板件数量来到22片，还得是尼亚卡板。那当然，因为配色的关系，整个板件除了少数的粉红色之外，全都是欧露露一片。贴纸除了小张的补色贴之外，当然还有卡板的水贴以及这盒的环保标识贴纸。那我们进组装时间。这台卡板的掉毛先把骨架组装完喽，一样先来看骨架。首先最大的不同就是骨架跟外装甲一样采用全黑，当然内购什么的是不存在了，取代的就是万代提到的稳定性。这部分等等装上外装甲再来测试。那我手边正好有旧版的 NG 掉毛，可以拿来做个比对。老掉毛主要集中在躯干以及脚部有骨架设计，新掉毛的设计就很棒了，几乎全身都拥有骨架，除了稳定性之外，可动度、小机关都会有所提升，时代的进化啊，各位！老掉毛值得注目的大概就是脚部的骨架，当年有着内购的设计，相较之下比较像是机器人该有的样子，但也就只有这边有。那至于比例造型如何，待会就来比较看看。那我们就赶快将外装甲装上去 ，Go！好的，各位，那这台 MG 的黑掉毛是组装完毕了。那整个组装体验上就是黑到眼花，就这盒连骨架都是全黑的。然后我个人组装习惯是先将这个部位的所有零件先全部剪下来，然后再按照说明书上组装上去。然后这一次零件跟板件就几乎都是全黑的，所以光是找堆就很困难。这一部分花了很多时间。然后说到环保材质，他就说是回收再利用的。那我个人是组装上还有剪下是体感上是完全没有什么差距是。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在组装上面的时候会感觉到这一盒非常的扎实，就很紧啦，就很怕折断。但是你可以预想说，就是这一台之后在把玩的时候可以感受到那个稳定度一定是非常够。那马上来看外观，全身黑色给人满满的霸气感，很有魔王的气势。然后不知道是不是错觉，在这种配色下眼神显得更加锐利了点。另外，虽然粉红色只占了接近5% 左右的面积，但亮色系跟黑色的对比下，显得非常有存在感。再来比较跟老掉毛的差异，首先当然就是细节上的呈现，16年的差距马上先从外观体现出来。老版的看起来就舒很多了，不论是镂空处还是刻线，整体的层次感，卡板都是把老掉毛压在地上摩擦。高度上也看得出卡板稍微高了点，主要是在大腿处增高了点比例。我个人认为，不论是老板还是卡板，两者的比例都抓得很棒。主翼跟副翼的外侧几乎一样，偷懒啊万代！但是在主翼内侧，卡板的则增加了更多的羽毛细节，强化了整个层次感，真的很有翅膀的 feel。老板的就几乎没有，空空的一片。副翼的部分在展开时也有很大的不同，老板的就是单纯一片零件，而卡板的则是有将羽毛各自分开，层次上做得更到位。羽毛的部分表现也差很多。首先是材质，老掉毛采用的是软胶，可以看到手边这台老掉毛都已经黄化，而且因为是软胶，
就算喷漆也很难救回来。卡板的材质就采用 PS 来呈现了，虽然少了柔软度，但不会因为时间久了，外观上就产生很难挽救的变化。连接关节虽然同样都是采用球形关节，但是老钓毛的球形关节是坐在主翼上，因此羽毛很容易掉落，真正意义上的掉毛。卡板的关节就是直接坐在羽毛上，透过2片主翼零件结合固定，因此不会再脱落。材质改善又不会再脱落，干得好啊，万代！但当然还是有缺点，这么大的黑色面积，水纹的问题自然逃不掉，指纹也容易留在上面。这些问题在之前开箱过的黑链全形上都有提到过。再来看手掌，相较于老钓毛的可动手，卡板的就采用替换式。造型方面给了双手握拳、手持光束剑、手持破坏步枪以及开掌。光束剑以及光束步枪内部都设有卡榫，而且不浅，在握持武器上可以更加稳定。接着看武器，就是标配的双破坏步枪、2把光束剑以及盾牌。破坏步枪因为本身可以折叠，组装上有点复杂。枪管下方这个带燃料管的零件特别细，组装的时候要小心不要弄断了。内侧盖子可以向下掀开，组装成双管破坏步枪。这个配色上配上这个姿势，我只能说霸气无比啊！再来后端可以旋转露出卡榫，都是在前臂的隐藏洞里，配合手掌的握持跟紧密的关节，完全解决了不举跟拿不稳的问题呀！这点超赞！折叠需要将扳机往内收纳，之后将外盖打开，将枪管折叠之后，再将外盖盖回去，最后将瞄准镜向内折叠，就大功告成。关节是非常机车的 C 扣，请温柔的对待它。折叠完成的步枪在翅膀内侧的凹槽，配合固定口可以稳定的收纳，平时可动也不太会干涉到，设计的很棒啊！光束剑的成型色配合这盒的颜色是采用传统的粉红色，而不是我们熟知的绿色。平时不用时也可以收纳在副翼前端的收纳槽中。盾牌在前端的小机翼内部有齿轮结构，可以联动一起展开或是收纳。内侧有许多可动关节，全部都是拿来变形成新飞鸟形态的时候使用。要注意的是，内侧的这个零件很尖，完全不是安全玩具的水准，要小心不要被刺伤了。平时使用时靠的是2侧的卡榫，直接滑进前臂的外侧装甲，没有到很会脱落的程度，但紧实度一般般，不太可靠。支架这盒有附上，当然就是之前的支架再沿用，使用度上来说是够用了。补色贴纸的部分在默认的双眼、天线中央、前后监视器、手臂外装甲前方细节、破坏步枪的瞄准镜以及盾牌前端。再来看平衡性，拥有着大翅膀，自然倾倒的问题跑不掉。卡板的掉毛同样也有倾倒的问题，不过将2片主翼都设置2侧之后，就会展现不错的平衡性，这部分给予肯定啊。接着看可动，首先是头部，头部我不确定是我中奖了还是这盒实际上有缺陷，又或是环保材质不太好什么之类的。总之我组装起来头部之后是蛮松动的，有时候甚至可以当做摇头娃娃来看待。有请组过正常配色版的观众留言解惑一下。撇除这个问题，耳朵可以做零式系统的展开，脖子有2段关节，因此在上仰、俯视的可动性都很不错。前后摆动、侧摆以及左右旋转，这些都是正常的水准。躯干在肩膀的火绳炮可以打开，但跟头部会有点干涉。胸口零式系统下方装甲也可以做零式展开，驾驶舱也可以拉开，里面的自爆男配合配色也是全黑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这边的吸落是剧场版中一开始坐进驾驶舱的姿态，超级明显。额外的小人偶同样也有附上，姿势就是 TV 版中太阳好大的姿势。再来看主要可动，弯腰的幅度很不错，不过后方会有小穿帮，后仰则是没有，左右侧摆也是完全没有，这部分就夸张了。贵为 NG 居然没有这个设计，左右旋转只是会跟后裙甲有干涉到。另外这一次有针对双管破坏步枪的姿势，在上胸甲有额外的可动，可以向前拉动，增加整个可动性。在这个拉开的情况下，火绳炮也不会跟头部产生干涉。接着是手部，标配的外摆关节，也可以提升上下可动的幅度。肩胛可以向上掀起90度，散日翼也有小角度可动。另外整个肩胛配合变形，有滑动的机构设置。接着是前后旋转360没问题，手背平举可以来到90度。2段可动的手肘弯曲可以来到150度，前臂可以旋转，外装甲的部分可以向上滑动，露出内部的洞，用来在固定破坏步枪时使用。但这边的问题是太松了。除此之外，
稍微用点力气就会脱轨，真的是稍微力气就好，不是很优的设计哦。旁边的翼状造型也有可动，在安装盾牌时需要收纳起来。其余的根部旋转及手掌旋转就简单看过，都是正常水准的表现。腰部的前后裙甲都是分开可动，简单看过。后裙甲下方的造型移出之后，可以插入替换零件，将本体安装在支架上。侧裙甲也可以掀起。除此之外，为了配合变形，两段关节可以向外滑动之后展开。腰部在前踢可以微微超过90度，后踢则可以来到90度。侧踢受限于骨架，角度大概70度而已。根部旋转360无干涉。髋关节不是常见的形式，而是采用前后滑动的方式，配合大腿根部的关节，可以重现经典的登场姿势。居膝两段可动，角度大概是180度。在大腿装甲有联动，小腿肚的装甲也会因为配合角度而被推开，视觉感拉满。膝盖处的装甲也可以透过手动搬开，露出里面的内钩细节。这里比较麻烦的是，伸直时需要将膝盖的装甲手动调整回去，小腿肚的装甲也需要手动按压回去。接着是小腿下方的散热装甲可以掀开，在掀开时配合小腿肚的装甲，角度可以更大，露出内部的散热孔。另外，脚掌的散热零旋转需要配合它的展开才不会有干涉。脚掌的前后盖都可以掀起，脚掌的前后摆动幅度偏小，侧摆则没问题。而脚掌为了配合变形，可以向下翻折90度，脚尖也有小幅度的可动。最后是翅膀，足翼的机械臂有4段可动，分别可以前后或是上下旋转调整。足翼的上端可以展开，内部有齿轮结构可以联动，展开后内部还有一根小羽毛，羽毛同样可以配合球形关节，有自由的角度可动。副翼也可以上下左右摆动。展开刚刚提过，这边就简单看过。最后来看新飞鸟形态跟大气层吐入模式，这边同时也是我没这么满意的地方。首先是大气层吐入模式，将肩胛滑动，再将脚掌向下翻折之后，接着会用上替换零件，安装在裆部之后，将两侧的主翼搬动至正面位置，调整一下羽毛的角度，之后将主翼的卡榫卡至替换零件之中，将后方副翼搬开，就完成这个大气层吐入模式了。坦白说，我知道加上零件是为了让翅膀可以更加稳定，但想到这是 MG 又是卡板，我个人是觉得有点不应该啊。再来是新飞鸟形态，肩胛跟脚掌的变形都相同之外，再来就是脚部标准的弯折，手臂旋转90度，侧裙甲向外滑动之后，将喷射背包向下搬动，将卡榫固定至后裙甲的洞里，接着一样会用到另外一个替换零件，安装在裆部位置，调整翅膀穿过手臂直到正面。接下来的步骤就跟大气层吐入模式一样了，将盾牌内部的关节各自翻折至定位，将盾牌卡进头部后方的凹槽中，盖上下盖，最后将双管破坏步枪安装在盾牌两侧，就完成这个大气层圈外模式了。白色的支架上需要加上另外一个新的替换零件，而圈内模式则大同小异，主要就是主翼直接在后方向外展开。坦白说，这3个变形都很好看也很帅，但就是都要加替换零件。对于 MG 的标准比较高，我是没有到这么满意啦。那以上就是这盒 MG 的黑调毛开箱了。那坦白说，虽然就是有一些小缺点，比如说像是头部还有手部外装甲的一些松动，然后变形时还要使用替换零件，但其他地方都很不错，比如说细节很够，然后在双枪的握持力也很够，然后平衡性有一定的水准，然后可动度又高，而且也有针对双管破坏步枪的姿势去做特化调整，那这些都是达到很棒的高度。那真要买的话，我还是会推荐去买正常版配色，毕竟它分间都做那么好，然后还有很多的镂空。那正常版配色下，这个视觉情报度一定是更够的。那一定会有人讲说，大 B， 那如果跟 MGSD 比较的话，那你会比较推荐哪一个啊？直冲 MGSD。